明明堆着6亿美金，却只能看看1毛也不敢花。更可气的是，还要把钱都给搅碎，送到农场给韭菜当肥料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些都是残破的旧钞。月薪10万的苏菲必须保证旧钞的安全，每天可谓是如履薄冰。然天有不测风云，地有导演使坏，工厂的碎钞机突发故障，管理员麦克找来维修员，得知修复需要很长时间，而就在检修期间，后备电源又出现问题。更加诡异的是，从没坏过的电话也没了信号，需要他上门联系技师。苏菲心中惴惴不安，似乎预感到将有大事发生。她偷偷改了金库密码，将平板藏在一堆废渣里，看似平常的操作，却引发了一场惊天杀局。苏菲刚刚离开工厂，一辆可疑的面包车，然而下一秒，工厂闸门却自动开启。屋内的守卫按响警报，开枪抵抗，试图拖延时间，怎无奈匪徒装备精良，随着一枚震爆弹来袭，门口的守卫顷刻间全军覆没。麦克第一时间锁上金库，警卫们全副武装，严阵以待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，安保猴子丧彪竟然叛变，里应外合发动偷袭。而之前找来的维修员正是丧彪雇佣的黑客。原来一场史无前例的飓风即将席卷整个小镇，届时碎钞工厂孤立无援，是千载难逢的抢钱时机。只要打开金库大门，整整6亿美金唾手可得。不料开门时却傻了眼，提前破译的密码竟然不起作用，而重新破译需要5个小时。得知密码被人更改，丧彪顿时血压飙升，开始逼问苏菲的行踪。麦克没办法，只能交代。另一边，苏菲找到技师约翰，已经开车回到门口，察觉不对的他下车侦查，却被暗处的匪徒瞄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约翰不顾危险油门到底，掩护苏菲从困境中脱身。眼看两人就要逃走，黑客竟然入侵门禁系统。为了掩护苏菲离开，约翰最终不幸被抓。精疲力尽的苏菲很快也被逼到一堵墙后，面对自动武器的火力压制，根本没有转移的机会。就在他绝望之际，前来寻找哥哥约翰的威尔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。两人第一时间赶到警局，将情况汇报给警长，希望他能召集手下提供支援。殊不知下一秒，警长却把枪口对准他们。刚出虎穴，又入狼窝，苏菲只能乖乖扔掉武器。看到他如此听话，警长并没有把他当作威胁。就是这大意的瞬间，苏菲突然纵身一跃，摸到手枪，威尔趁机把警长顶翻在地。两人凭借默契的配合，有惊无险逃出了警察局，到嘴的肥肉溜走。不甘心的警长顾不上飓风，恨不得一脚踩进油箱里。风驰电掣的追逐中，苏菲很快便打光子弹。为了摆脱纠缠，威尔只能放手一搏。从苏菲口中得知，整个小镇都没有信号，黑客却还能正常工作。威尔推测他们有卫星专线，必须找出并毁掉接收设备。按照能量探测器的指引，两人来到一座信号塔前，但此时风速接近140公里，要拆除接收器根本不可能。威尔拉出钢缆，打算把铁塔直接拉倒。他顶着狂风艰难前进，好不容易才爬上半截。看到威尔像风筝一样，苏菲已经紧张到极点。好在威尔足够幸运，竟然神奇般的完成任务。但刚一扭头，阴魂不散的丧彪众人已经气势汹汹杀到此地。苏菲倚靠气象车做掩体，瞄准驾驶楼就是一梭子。司机始料不及，被打成筛子。若不是副驾驶仓皇跳车，也将同加油站一起原地火化。苏菲迅速落下地刺，启动绞盘开始拉扯铁塔。在黑客即将破译密码的瞬间，信号塔终于轰然倒地。丧彪见状气急败坏，发誓要将两人碎尸万段。威尔赶紧让苏菲解开缆绳，自己则摸到一家修车店前，飓风加持下的轮毂罩瞬间变身威力无比的暗器。丧彪的手下躲闪不及，竟然被活生生的劈死。纵使丧彪睚眦欲裂，也不敢再贸然上前半步。而更大的内部危机也因为他的失败即将爆发。警长召集所有小弟，准备干掉丧彪接管金库。他指责丧彪不敢杀人，心慈手软才落到这般田地。可话音刚落，丧彪开出每人2000万的工资，一众黑警毫不犹豫，马上改换门庭效忠丧彪。警长简直是死不瞑目。为了救出哥哥约翰，威尔准备了一个大胆计划。他让苏菲主动联系丧彪，提出用约翰交换金库密码。
很快，黑警们押着约翰来到约定的购物中心顶楼。威尔对哥哥说出暗号，暗示约翰做好准备。当压强达到临界值，苏菲发射信号弹打碎玻璃，内外压强差瞬间产生巨大吸力。约翰早有准备，赶紧规避。苏菲两人也早早绑好安全绳，尽管被吸出楼顶也并无大碍。而措手不及的黑警尽数飞向高空，摔成肉泥。幸运属性拉满的两人在飓风的摧残下侥幸逃生。他们知道丧彪不会善罢甘休，必须有所准备以防万一，而汽车炸弹是最好的选择。无论丧彪能否拿到旧钞，都能在他撤离时给出致命一击。事不宜迟，两人马不停蹄赶到园艺场，找到汽油、氨水以及化肥制作炸弹。在他们准备离开时，屋外却突然传来引擎声。丧彪的手下堵住大门，两人被困在仓库，无路可逃。就在同一时间，超级飓风掀起了滔天巨浪，摧枯拉朽般奔向内陆。洪水过后的小镇一片狼藉，威尔爬上气象车保住性命，被随后赶到的约翰救走，而苏菲则不幸落在丧彪的手上。为了逼迫他交出密码，丧彪已经是不择手段，眼看麦克要被撕成碎片，苏菲不得已只能妥协。随着金库大门缓缓打开，丧彪没有了丝毫顾忌，他仅仅为了泄愤，竟然当面把麦克残忍射杀。另一边的两兄弟回到修理厂，翻出武器，趁着飓风眼来临的时机，准备豁出去干票大的。等丧彪带着钞票离开时，两人一路上偷偷尾随。黑客夫妻忙着亲热，对车后的情况毫无察觉。约翰控制车速慢慢靠近，顺利将威尔送上车厢，而后迅速翻出车门，赶在车速衰减前全力一跳。虽然过程十分凶险，但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，最终两人都成功爬上车顶。黑客夫妻对此措手不及，约翰不费吹灰之力便夺走卡车，接下来要做的更加疯狂。威尔独自一人爬上前车，他必须赶在飓风之前解救危在旦夕的苏菲。当他接近主驾驶一侧时，车厢内突然发生打斗，苏菲跟劫匪缠斗在一起，混乱中司机被乱枪打死，卡车顿时跑偏失控，朝旁边的工厂疾驰而去。威尔及时接管方向盘，拼尽全力才避免车毁人亡。此时苏菲还在拼命挣扎，匪徒即将得手时，默契的两人完成逆天配合。眼前只剩下丧彪一人，而飓风已在100米开外。兄弟两人一番合计，决定采取包夹策略。他们一左一右开始轮番撞击，被困的丧彪动弹不得，只能紧急刹车调整位置。可他丝毫没有察觉，此举正中兄弟两人的下怀。他们兵合一处挡在前方，压低车速让飓风迫近。2亿美金的钞票漫天飞舞，丧彪仰天长啸，却无可奈何。面对来势凶猛的飓风，约翰的卡车却突然爆缸，情急之下只能跳车转移。而可怜的黑客夫妻已是无力回天，命丧当场。劫后余生的3人喜极而泣，满载着2亿美金现钞，朝着墨西哥的方向扬长而去。